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小白查理的移动电源评测。现在越来越多的设备已经支持了 PD 快充了，但是合适的移动电源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拿到了自己平常使用的3个移动电源来给大家做一期对比评测。评测的内容包含了充电速度、输出功率以及还有一些额外的功能。这是测量仪器，是一块迷你的 CC 表。而移动电源分别为紫米10号，这是一个比较老的移动电源了，但是仍然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款移动电源。其次是 Rev Power 的26800毫安时版本，然后是 Zendure 新出的 Super Tank。我们先说外观吧，紫米10号是铝合金的外壳，它拥有2个 USB Type A 的接口，支持 QC 快充协议，而另外中间那个 USB Type C 接口则支持 USB PD 协议。电量显示为4个 LED 灯。Rev Power 的外壳则是塑料，它有一个双向 USB-C， 它只支持了 PD 协议。这个 USB-C 只支持 PD 协议，有一个 Micro USB 的输入，以及2个普通的 USB 输出。电量显示方法是4个 LED。最后则是 Zendure 的 Super Tank， 它的外壳是喷漆塑料，它有一个双向 USB-C 只支持 PD 协议，另外一个则为单向只能输出的 USB-C PD 协议。然后还剩下了2个普通的 USB-A， 这2个 USB-A 里面，其中一个支持 QC 快充，就是 QC 的那些普通快充协议都支持，另外一个则是一个普通的15瓦口。电池显示方式是百分比。介绍完之后，我们现在来实测一下它们的输出功率。这是三星 S9 的。因为这个华为的电量比较多，功率比较小，但是从它的 8.9 伏可以看出它是进入了快充模式的。iPhone XR 也是进入了快充模式的，并且在亮屏下功率达到了19瓦。亮屏功率6瓦。看到3个充电宝的名牌，它们和普通的爆款充电宝都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它们的输出功率都更大，所以我们拿它来供给一些稍大功率的设备使用。而大功率的设备，我找来了 iPad Pro 11以及华为的 MateBook 13，它们都支持 PD 的协议，而华为的标称充电器是60瓦的，所以我们现在先拿这个功率稍小的 Rev Power 来对它进行充电试试看。这个华为的笔记本电池已经完全被我耗尽了，我们现在先给它充电看看。我们先来试试看 PD 60瓦的输出口。
它在识别之后输出了高达56瓦的功率，可以说是很强的了。100瓦在识别之后，也就是提供了59瓦的功率。在充分的情况下，紫米10号提供了大约37瓦，这也就是紫米10号给这台支持60瓦 PD 输入的电脑的峰值输出功率。可以看到，用紫米来充电的时候，在亮屏状态下功率大概是27瓦到28瓦，而使用 Rev Power 的时候的功率也是28瓦、28.5瓦左右。使用 Zendur 的时候，功率大概也是27瓦到28瓦之间。有没有想过，当自己的普通的笔记本电脑没有电的时候该怎么办？特别是比如说我们宿舍晚上是要断电的，那断电之后怎么办呢？其实有一种方法，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拿一根 Type-C 线过来，然后延伸到这是一个带认证器的转接头，另外一头转接头是转接成了戴尔的一个线，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给插进电脑里供电，电脑就已经可以提醒你已连接充电器了。而为了让它更稳定，我们需要在设置电池这儿将电池设置改为自定义，把它的希望多久开始充电给改成最低，改成停止充电为55%。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的所有的工作操作都是在使用这个外置电源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功率是42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打开了一个地平线，我现在的画质设置是全部中，在全部中画质的情况下，可以看得到右上角帧数大概是在40帧左右浮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晚上情况下可以接受的一个画质，以及可以接受的一个帧率。而此时的功率大概是43瓦，也就是说这个一个移动电源大概能给它供给2个小时多一点，这是第一个。而经过我的测试，第一个是这个移动电源，第二个是紫米10号。我们现在来试试紫米10号。可以看到，在连接上了之后，紫米10号也已经输出了足够这个游戏的功率，游戏帧率依然很稳定。紫米10号输出的功率为43瓦。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一个 Rev Power 的话，可能就有一点不够了，因为它的标称功率只有30瓦。我们现在把它连接到电脑上，看看会发生什么。在连接上去之后，它并没有供上去。你也可以看得到，功率完全是这个帧率一直是在跳动，就相当于一会儿流畅一会儿卡顿。这就是相当于意思是说，电脑一直在找它要足够的功率，但是它没法提供，然后它就拒绝工作了。所以这个方法对于这个功率小一点是行不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可以直接用移动电源来供笔记本电脑，甚至是这种游戏本来玩一些游戏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一边是 DC 头，而另外一边是转 PD 头的，然后里面是带了20伏诱片的话，那你们还可以把它给连接到这块大屏幕上。没错，就算是这块大屏幕，它实际上也是能供起来的。但是能供起来的移动电源，完全供起来的移动电源只有这一台和这一台，而另外一台功率稍小的，它并不能把全亮度供起来。下面我就来先分别演示一下。可以看到电压上去了，然后显示器就亮了，并且你可以看到过了电流挺大的。这就有了很神奇的一点了。这个紫米10虽然说它标的额定的输出功率只有40瓦的 PD， 但实际上它的实际输出可不止40瓦，可以现在已经是50瓦了，而现在屏幕的亮度还没有到100%。我们使用它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的亮度给调到100%。现在我们把它调到100%，看看会发生什么。紫米10的输出功率已经到达了60瓦，而之前我的测试来看，它是可以稳定的输出60瓦的，只是说温度有点高，可能要拿一个小风扇什么的来散下热。
60瓦的口在插入的情况下，表现和紫米10的一样，在亮屏的一瞬间到达57瓦，然后在点亮之后，它在最高亮度下输出大概也是60瓦的水平。插上100瓦的输出口之后，亮屏的功率还是57瓦，而在最高亮度下的输出功率还是60瓦，60.7瓦的样子。也就是说，我这个显示器的大概输出功率也就是60瓦左右。那么这两个移动电源都是可以完美将它们给供给起来的。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将它给插在这个输出功率稍小一些的，也就是这一个35瓦的话，它是没法正常工作的。我们要做的是，在有电情况下，先将亮度给降低。比如说，我们现在先把亮度给降低到它大概能接受的是40%左右，现在是41%。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输出功率大概是29瓦，也就是那个移动电源能承受的差不多最高输出。它在初期插上的时候是没有反应的，特别是这个液晶驱动板，它甚至在点亮的一瞬间还会闪一下屏。我可以把整个过程拍下来。在插上的前半分钟是没有输出的，然后大概稍微等一等，这个时候它就亮了，然后屏幕亮了之后会闪一下，类似于功率不够，没办法驱动板。但是当它闪完了之后，还是能正常运转的。可以看到屏幕已经亮起来了，而这边已经显示到了输出功率大概是29瓦。而之前我测试过，大概亮度也就在这个时候可以打住，再往上走，屏幕显示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故障。也就是说，这个充电宝大概只能提供这个亮度。如果你在关屏前没有把亮度设置好，那你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充电宝点亮使用了。连那些大功率的用电器都能供起来，那这种台灯自然也是不意外的，可以把亮度随便调到最高。可以看到功率此时只有8瓦左右，可以非常轻松的把这个台灯的亮度供到最高，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你要用这个充电宝来晚上，比如说学习写码字用的话，用这个充电宝供给一个台灯供电，你一个充电宝至少就算上转化的损失率，你也可以至少让它亮10个小时，我觉得已经完全够用了。台灯也好，路由器也好，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可以轻松供起来。不论是这个最大的 Zendur， 还是紫米，这3个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们输出功率完全都超过了的。下面到了我们的总结环节。紫米10号虽然说标称的是40瓦的 C 口输出，但是实际功率可以到我们刚刚测过了，有60瓦，远超过该数值，并且有低电流模式。然后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我们没有给你演示，也就是当你使用紫米10号它还有一个特殊功能是另外2个充电宝没有的，它可以被用来当做一个拓展坞来使用。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演示。紫米10号它有一个叫低电流待机模式，但这个模式同时也可以被作用于 USB Hub 模式，你可以双击2下之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模式。这个时候我们通过一根连接线将紫米10号给连上 iPad， 可以看到 iPad 此时是显示被充电状态。把 U 盘插在紫米10号的 USB 口处， U 盘的读写灯已经亮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明它是兼容紫米10号的这个模式的。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文件这儿，已经可以看到这有一个 New Volume， 这就是我的文件，可以直接读取到我的 U 盘里的东西了。这就是我 U 盘里的文件。所以说这个紫米10号可以直接拿来充电的同时还当 USB Hub。那既然这个 U 盘都已经没有问题了，那自然除了 U 盘之外的其他东西，包括鼠标、键盘这些也都可以了。所以如果你暂时不想买一个转接器，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充电宝，你正好手上有这个充电宝，你就可以直接拿它来同时进行充电，并且插 U 盘、键盘这些东西，没有问题。
这就是我 U 盘里的文件，你可以看得到。然后我们把 U 盘一拔就没有了。而 Rev Power 呢，它则是支持 USB-C 和 Micro USB 的双输入，也就是说总共加起来可以两个充电器对它进行充电，总共功率为30瓦，而兼容性比较广。同时30瓦的输出也差不多都够你日常使用，并且99.9瓦时，也就是26800毫安时，正好是你上飞机不需要报备的最大的容量。而 Zendure 的 Super Tank 则是以100瓦，它这里标注了 PD 100瓦的 PD 输出，以及总共真正的峰值功率138瓦的输出，获得了性能怪兽这个名词。它意味着你可以全速充 MacBook Pro 15英寸，加上 iPad Pro， 再加上一个手机。而它也和紫米10号一样支持了低电流模式，需要激活它，你只需要双击2下，它则会进入一个 X 模式。这个 X 模式下，它就可以保持低电流模式来充手环、手表等一些低电流设备。Super Tank 的电池电量在低于50%的时候，输出功率会限制到60瓦，为了保持电池的健康。不过它还支持一个功能叫边充边放，比如说我们用个100瓦的充电器对它输入100瓦的功率，然后在这儿再连接一个电脑，那么它会自动识别，并且60瓦输出给电脑，剩下的40瓦拿来给自己自充，意味着它大概需要3个多小时就可以自充满，同时把另外一个笔记本充满。而它的最大的优点自然是这个100瓦的快充输入了。我的实测下，1个小时用87瓦的苹果充电器可以充80%左右的电量，可以说1个小时就基本上把它充满了。而在价格方面，除去刚刚过的618活动，紫米10号的价格一般在270元，紫米10号的价格一般在270元左右，而 Rev Power 一般在300元左右，而 Super Tank 大约在800到1000元左右。本期视频可没有任何人赞助，要是有赞助商看到了，可以找我。如果你喜欢看我的视频，请点赞、投币、收藏3连。而如果想看更多有趣的视频，那么请关注本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Tornado.